大家好，这个区块要开始加速清理了。隔壁小黑在此不是要等吃玉米笋而是在等待一道门的开启才有机会过去找整群的鸡儿新朋友。而这直接采种先行育苗，再经过移植的玉米笋，到目前为止算是很顺利而这种土壤有个很大的特色表面干掉后会容易板结跟变白但实际翻松下去后却是另一回事时常会听到说见干才浇水但若是种植不耐湿的作物，就别看到表面干掉就狂浇水简单翻松一下土壤表面，才能真正知道土壤的湿度而种植玉米或是玉米笋过程中，若是没有遇到下雨个人习惯只会在过程中进行一次大除草其实是利用测试存水马达的空档，做个简单的挖沟处理由于此次的目的不是除草，而是要在玉米笋之间挖出一条沟槽，激活土壤施肥与方便日后的浇水，因此并未特别进行除草，只把挖沟过程中跑起的杂草顺道清理掉。不特别除草的原因，则是杂草虽然多，但还小不好拔之外，杂草的存在有延缓土壤板结的效果而这是在溪地种植的好处要整理也是可以很快挖沟多出的土壤则直接覆盖在植株下方。对于需要覆土的作物有个小技巧先将作物种植在沟槽里，等植株长大一点，再反向挖沟覆土，就可以避免缺土的困扰。这方法在不是雨季的时间算是非常好用。接下来给予玉米笋一点帮助玉米或是玉米笋算是喜肥的作物，对于不同的肥分还完全不挑食，来者不拒现在直接添加的是用甘蔗发酵出来的酵素省事的方式就先直接加在沟槽里而叶菜类对于肥分需求没那么大，则是先行稀释再进行喷洒会比较好。种肥的作物相对比较不怕肥伤而玉米笋又是喜湿不怕水的作物先倒在沟槽里再进行浇水稀释没有问题至于酵素量的拿捏呢，越高大长天期的作物对于肥量的忍受力也会比较大，因此就多倒了一点酵素酵素在个人的想法主要是用来激活土壤，让作物生长的可以更为轻松顺利，除非整地除草或是感觉生长停顿个人才会考虑打破土壤自动的平衡能力所以虽然酵素加很多，但是水的量也非常多毕竟天气很热浇多一点的水可以延长需要浇水的次数目前挖沟后呢，浇水的频率大约1周2次而此时经由嫁接的酪梨在开花后采用自然授粉的方式，算是非常理想出现自然掉果的现象，刚好有自然蔬果的效果不然酪梨的枝条还不够粗壮要大量结果只会增加一堆没必要的麻烦另外一旁这株呢，叶片看起来更是漂亮这用来绿化环境也很有赏叶的效果。经过2天后，玉米笋其实有很明显的长大而一旁除了修整完杂草抑制席，也种植了2排约50棵的槟榔新芋头。这里没有采用单颗血植，而是整排挖深种植目的没要种成大芋头，所以间距比较小这是因为前阵子在烤肉前用中小芋头做了10几包的蜜芋头结果一个晚上被一扫而光
才知道喜欢吃芋头的人真的是一口接一口啊。这一小段影片是 NG 重拍的画面哈，忘记先让刘总的巧克力玉米入镜啊，只好重来一遍了。边种还要让拍摄种植过程完整的麻烦啊。这一根玉米是之前采收后特别留下的，好处跟坏处在上一部种植玉米笋的影片已经有说明过，就不再赘述啊。这留下的玉米经过晒干后，一根就可以有非常多的玉米粒啊，一根就可以种好几轮。这里直接播种在玉米笋旁，也是种植3排。通常不同的玉米品种不建议种在一起啊，因为开花抽穗时呢，花粉很容易产生杂交的情形，会使得玉米品种结果时产生变种的现象。而现在玉米跟玉米笋种植在一起，是利用时间落差来克服花粉杂交的情形发生啊。由于玉米笋种植、生长、采收的时间比较短，先种植、先开花，也会先采收掉，这样就不会遇到同时的开花期啊。若是同时间种呢，或是相反，玉米先行种植，很容易开花时间就会重叠，而产生互相授粉，进而导致变种。而现在是采用直接播种，先挖沟后，在种植的位置上再挖深一点血质，这样可以提高水的使用效率。当然，若是想要快速发芽，种子也可以先行泡水2到4个小时啊。但是没有泡水，大概3天后也一样会冒芽。另外，若是担心缺苗的情形发生，就可以在一旁集中播种，日后再采用移植的方式进行补苗，这样整批种植的生长时间落差就可以缩小，收成时不会时间拉得太长，而影响到整地再种植的效率。进入最后浇水的环节，这也算是连通管的应用。这位置的取水方式是在菜床里挖了一个洞，挖的深度约跟蓄水池的深度差不多。利用虹吸启动后，平时让水管与一旁的水池连接啊，蓄水的水面会跟水池的水面一样高，取水后就会自动补水，达成动态平衡。这种方式可以解决不方便在地底铺设暗管的环境条件，而设置的目的是不需要走太远的距离就可以取水。由于洞穴挖得不深因此浇水时得优先进行水用掉后得留时间让它再自行虹吸补水此时可以先去做别的事等蓄水多一点才再继续浇水只要几分钟再回头呢，就可以进行第2次浇水了。最后提醒一件事，很多人都知道种植时需要浇水，尤其是种子比较大颗的作物一开始对水的需求比较大，但是水还是要适量，别让种子长时间泡在水里。这是时常因为过于潮湿，让种子烂掉没有发芽的原因想要保湿又不想要过于潮湿，血质的保湿效果算是相当好，而且还不需要时常浇水。谢谢收看。